各位好，我是北医眼科医师王宗仁。今天简报的主题是过敏性结膜炎，带大家认识了解病因与它的治疗方式。首先，我们来认识结膜。结膜是覆盖在眼白与眼睑内侧的透明薄膜，它分泌黏液，能防止异物进入眼睛，也防止眼睛干燥。而当结膜受到感染或反复刺激时，就会发生结膜炎。结膜炎可分为感染性与非感染性两大类，感染性又包含细菌性与病毒性两类，其中非感染性则以过敏性最为常见。过敏性结膜炎的定义，通常是由过敏反应引起的结膜发炎，而且常常是双眼同时发作，是属于非感染性的结膜炎，与细菌型或病毒型不同，它不具传染性，好发于儿童和青少年族群，也常见于有过敏体质的人，例如鼻炎或气喘患者等。过敏的免疫反应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呢？主要是由 IgE 抗体与肥大细胞所引发。第一步，当过敏原与 IgE 抗体结合后，会附在肥大细胞表面。第二步，肥大细胞受到刺激后，开始释放大量的组织胺，而组织胺会造成血管扩张，连带导致眼睛充血，同时也刺激知觉神经，引起瘙痒，刺激到泪腺就会流泪。所以，若反复接触过敏原，会造成慢性发炎，可能导致结膜增生或角膜病变。过敏性结膜炎常见的四大症状包括轻微瘙痒、眼睛有异物感、眼睛发红、容易充血，而多数患者的症状可能会在特定时期或特定环境中出现。常见诱发因素6种常见过敏源都来自环境或生活中的物质，例如霉菌、花粉、人体或动物的毛发与皮屑、尘螨的尸体与粪便，甚至是隐形眼镜上的脏污，都可能是诱发过敏的因素。依严重度与诱因不同，过敏性结膜炎可分为约4种类型。一、季节性或春季型，常对花粉、孢子与杂草过敏。2、常年型，过敏原来自周遭，像尘螨、灰尘或毛屑有关。3、异位性型，多见于有异位性皮肤炎，常伴随全身性皮疹。4、隐形眼镜型，镜片长期摩擦眼球或保存液蛋白质残留，而持续造成刺激。诊断时，医师会依照症状与病史加以区分。若有脓性分泌物，多为细菌性结膜炎；若为单眼发作且伴随结膜下出血，则多为病毒性结膜炎。而过敏性结膜炎通常为双眼同时发作，且无感染性分泌物。还有比较特别的干眼症，以干涩为主，无瘙痒，也没有分泌物。药物与治疗主要有5大类： 1、抗组织胺眼药水，阻断组织胺，立即缓解瘙痒，用于短期控制。2、肥大细胞稳定剂，抑制组织胺释放，长期预防效果佳。3、双效合一眼药水，兼具抗组织胺与稳定剂，同时控制急性与慢性症状。类固醇眼药水，抑制强烈发炎，仅用于中重度病患，需严格监控眼压。5、免疫调节剂，如环孢霉素，适用重度或慢性病例。日常照护也非常重要。1、环境控制，避开过敏源，做好清洁、除尘、除螨。2、防护措施，出门戴眼镜或太阳眼镜，阻挡花粉。3、行为习惯，不揉眼，降低角膜受损风险。4、佩戴用品，隐形眼镜、化妆品要注意清洁与更换。5、
若合并鼻炎者，需与耳鼻喉科联合治疗，才能有效控制。以下是几个常见问题：一、过敏性结膜炎是由疲劳或压力引起吗？主要是由过敏造成，但疲劳与压力会让症状更容易发作或加重。二、过敏性结膜炎多久会好？通常1到2周内会改善。若症状持续，可能需更换药物或回诊检查。三、过敏性结膜炎会传染吗？不会，但病毒性和细菌性会传染。勤洗手，保持清洁最安全。四、过敏性结膜炎会只影响一只眼睛吗？多半是双眼一起发作，若只有单眼，需怀疑是病毒性结膜炎。感谢各位的聆听，保持环境清洁，减少过敏源暴露，让眼睛远离红肿痒的困扰。